大家好，我是小医生。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大学同学跟我说，谁不知道努力和自律就会成功，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到。这是我最近听过最好笑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教育会导致我们觉得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努力和自律。鸡汤听多了，竟然有人会觉得这是大道理，不是歧视啊。我们都知道农民伯伯很努力了吧，那些卖早餐的都很自律了吧，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那你能说出几个这方面成功的名人吗？就算你能说得出，他们的成功跟努力和自律有直接的关系吗？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啊，认为我们课文里面讲的是大道理，所有励志的故事到最后的总结就是告诉我们要自律和努力。那些认为自己很自律和努力的人就以为自己能够成功，但最后往往就是这些人把创业失败率的数据推上去。我想带出的重点就是有很多人的无用功是因为方向错了。你比如说卖菜的，你一天能赚多少钱，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卖的东西很难卖得贵啊。那你去看比尔盖茨去卖软件的，那他一天能赚多少钱，对不对？这跟自律有关系吗？好像没有。但我们发现比尔盖茨是一个很努力又自律的人啊。小医生，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并不是。如果你跟着我这个逻辑去推理，你就会得出一个真理：成功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选对方向，因为你方向对了，你做什么都是对的。错了会怎么样？方向错了，你就算做什么都只会像一个笨蛋一样。那当你方向对了以后呢，你也会失败。为什么？我有一个做 VC 风投的朋友对我说过一句话，我非常的深刻。这句话我送给大家：这世界从不缺梦想，缺的是实现梦想的人。所以我们的梦想是需要执行力的辅助。这个世界贫富悬殊这么严重，在我看来，真正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穷人，第一没有方向，第二没有执行力。那之前关于方向，我很多的影片都提过了，但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最困难的执行力，我却很少提。如何才有执行力？还是要回到自律，绕来绕去的，是不是很烦？这个才是大道理。真正的大道理是说不清楚的，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不要说自己懂得大道理了，但是经验的总结是可以说得很清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这部影片的原因。如果你之前因为我的影片而升起了梦想，但如果只是缺执行力和行动力，而离成功只差那么一点点，那么你就一定要为这部影片点赞，因为有些话大家可能要仔细的品。那以后当你需要执行力了，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播放列表，再把这部影片看一次。而我的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以上的资讯，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你要的是自律嘛，也要管住自己嘛。那如何管住自己？巴菲特告诉我们，要控制人的行为，只有两样东西：贪婪和恐惧嘛。这些是什么？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从来都是控制那个人的情绪啊。你为什么早上起不来上班？很简单啊，因为你的工作不能让你贪婪嘛。你知道你就算起来了，你也是拿那点薪水，那你哪来的贪婪？你知道你回到公司又要开始变劳役了，你知道你这一天又重复着过，那你哪来的贪婪？那为什么你还是按时的回到公司呢？很简单啊，因为你恐惧啊。你知道你迟到就有可能被解雇，那你就有可能连那点薪水都没有了。所以打工的去上班自不自律？其实是很自律的，但从底层的逻辑去思考，这种自律对他们有用吗？没用啊，因为他们这样的自律只是为了达标，只是为了不被当掉。人有无限堕落的可能，任何的人都是可以堕落的。大多数的人呢都不想付出，这是人性。大家都想要收获，都想要过好的日子，都想赚钱，但是他们都不干活，这就是现状。人性永远都是好逸恶劳的，永远都想玩。人坐在那里就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弄，也不想有任何的责任。人性是一次不想工作，然后很多次都不想工作，一次不想谈恋爱，然后就不想再谈恋爱了。人性就是什么也不想干，空虚的世界会把一个人变成废物。通常来说，玩物丧志，
一个人要是不断的玩，这个人就不会努力的工作，会沉醉在玩中。比如说玩游戏、刷抖音、发呆，这样混完了没收入，不想起床，连上厕所都不想去，憋着，这个人就废了。人心是嘴巴上说一套，比如说我要早睡早起，饮食有节，然后不做，或者坚持几天就不干了。比如说我要健身，坚持几天就不干了。再比如说我要努力工作，也是如此。这就会导致整个人没有钱，没收入，就会过得很差，然后整个人就非常的低迷。人都知道一些简单的道理，都懂，但就是不愿意做，都是堕落的分子，所以穷人多。我们都想改变，但又不愿意行动，没有一点耐心，更别谈什么坚持力。人是自己把自己变成废物的，人是自己堕落的，跟其他人无关。凡是一个超级想要成功的人呢，你会发现你不用叫他，他也能找到属于自己自律的方法和方式。但是最怕哪种人呢？最怕一种不想成功的人。一个不想成功的人，你永远教不会他如何自律，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我想要唤醒大家，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些技巧。有一个概念你必须要懂，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为自己干，不然你是没有办法从道德层面上获得自律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你赚了1000万，这1000万就是你的，你不要先给老板，然后老板再给你1万的薪资，懂了吗？那如何为自己干呢？干什么才能在趋势的道上走呢？这方面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的描述栏预约我的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我会私下完全的告诉你如何副业的去创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成本的在互联网上赚取不错的暴利，这里就不公开了，希望能尽量的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吧。你知道为什么人会不自律吗？你知道这个人性到底真相是什么吗？这里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你知道商业的目的吗？恰恰就是让人堕落。工作的目的就是让别人堕落，方便别人就是堕落别人。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心中的天使和魔鬼都出了整个世界，少数人能努力的工作，做到了1/1000的高度，能用智力压制情绪的人都是神人。比如说努力赚钱，远离人渣，不听人渣的话，这些都是要用智力压制情绪的人才能做到的。普通人满足自己的惰性，变成了废物。人穷了就喜欢玩，但是一旦自己开始赚钱了，而且利润很高的时候呢，人就不喜欢玩了，人就喜欢做正事，人就喜欢去做业务，因为做业务就有钱，而玩则会让你一无所有。人不做正事就会搞邪事，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呢，就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控制自己的思想，管不住自己的人呢，将会失去一切。管理不好自己的人，没有办法自律的人呢，将收获终身的痛苦。习惯是非常恐怖的，强到进入大脑的记忆，不再需要脑子，自动的做出反应。小心你的每一个错误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因为一旦形成了习惯，你会不知不觉地跌入生活的深渊，有可能你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就是因为一个错误的习惯。所以佛说三护念，念头错误带来心理的错误，带来行为的错误，带来生理的错误，然后带来发挥出来的文字、演讲、生命的错误，未来的错误。所以三护念是根本，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西游记》吧。唐僧就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法名呢叫无能。不仅如此，唐僧还给无能取了一个别名，叫八戒。猪八戒就是这么来的。那好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唐僧没有把八戒这个名字给到孙悟空，没有给到沙和尚呢？其实八戒这个词在佛家里面有一定的讲究的。是哪八戒呢？分别是戒杀生、戒偷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戒香华、戒坐卧高广大床和戒非时食。这猪八戒他身上就集合了所有佛家最讨厌的毛病，所以唐僧就要让他时刻提醒自己要戒除这8条戒律，要遵守这8条禁令。那今天第一件事，如果大家想要自律，就给自己赐个别名吧，叫做八戒、赵八戒、李八戒、王八戒都可以，对不对？我听到一个得道的高僧，一位大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修行。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因为只要是人，他都有欲望，他都想要成为那种人，
他都有愿望。比如说，有些人想要成为作家，有些人想要减肥，想要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有些人呢就想着要成为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好的人，有一些人呢可能想要成为年薪100万的职场精英。当你有了这些愿望之后呢，你会发现每一个愿望的后面都有一个对应的持接的过程，你要相当的约束自己。比如说，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位作家，那么你就要保证有10000个小时的理论，你要写作的时间达到10000个小时，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作家。但如果你想要瘦身，那毫无疑问，那你就要怎么样？当然就要管住嘴，迈开腿，要少吃一点，多运动。如果你想要成为年薪100万美金的职场精英呢，那你就要管住自己，让自己要用每个月拿10万美金薪资的态度和精神来去做每个月只有1-2万美金薪水这样的事情。那就是需要自律，或者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好的人，那么你必须要做到真诚友善，要互帮互爱。你看吧，每一个你想要成为这种愿望的人呢，他背后都有对应的一个持接的过程。然后你的愿望越大，你会发现你对应持接的东西就会越多，而且就会越来越繁琐，就会很有力量。所以这就是自律的一个刚性，很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们要先有一个方向，一个梦想，一个欲望。好了，这里来到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找到自律的方法。贪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诱因，就是诱惑的因素。这时候有些人觉得自己懂了，然后就没有耐心听了。对啊，诱因这2个字我们1年级的时候就听过了，但真正关于诱因的概念你真的懂吗？你常用诱因去让别人自律的为你做事吗？你知道诱因也是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吗？诱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当你一看到或者一听到或者一接触到某种东西，你就会很想要得到它。这东西会非常挑战你的意志力，会大大的影响你做出任何一个决策。有诱因的时候呢，跟没有诱因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我先从最简单的说起吧。自律的第一步，你要清晰的把你的目标写下来，再把能够引诱你犯罪的东西也写下来，然后我们就要想办法主动的离开消极的诱因。比如说一开始我做 YouTuber，那当时我看书的时候，我就会时不时的点开手机，看看兄弟姐妹给我的留言，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后来我发现这实在影响我的工作和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手机这东西会大大的减低我们工作的注意力和集中的程度。因为手机老小，一来信息提示了，你就想要翻着看一下是什么信息，经常打断我的工作。所以我为了防止手机干扰我和影响我，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呢？我每次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装到包里，包放在柜子里，就不要带手机了，带个手表看一下时间就可以了，然后找一个时间专门的回复留言。那这个叫什么呢？主动的离开诱因，对不对？那其实手机听起来好像是魔鬼一样，让我们现在的人呢非常的不自律。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手机能让我们学习更加的方便。比如说大家现在看我的影片，对不对？那我就想如何能让那些以前不看书的人都能吸收到书里面的知识呢？于是我创办了财富自由品书会。我们团队除了会专业的为你解读100本帮助你财富自由的书籍以外呢，最重要的是我本人会不定期的录制一些培训给大家。我以前做培训的时候是以公司为单位的，所以收费是大家无法想象的。那现在我很感谢互联网的出现，让我可以线上的把我的一些关于赚钱的思维分享给大家，而且是永久更新的。比如说我有些什么对赚钱的新礼物，我都会在里面告诉大家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Facebook 富人群组，这就是最大的诱因了。因为群里面的人都是以财富自由为目标的，换句话讲，我们会互相的监督，从而让大家变得自律。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你自己的话未必敢上去认识，但如果你有一群朋友在你身边鼓励你，你就有可能走上去了。我们达到财富自由也是如此，我们不但会在群里面举办活动，交换资源，还有关于赚钱的第一手资讯。我本人也会带着大家创业，跟大家合作一个零成本的创业项目，那这个也是大家自愿参加的。我想说的是，
我们最近品书会应该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价格调整，因为很多兄弟姐妹都反映我们一次性收费和永久更新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提高我们加入门槛，提高里面的数值，有兴趣的下面加入吧。那关于远离诱因，比如说我差不多半年因为自己的事业没有去健身，然后身材有点走形了，我就很懊恼，因为最近有个宴会，感觉自己穿衣有点不好看，然后我就想要尽快的减脂，所以除了去健身以外，最重要的是减低碳水的摄取量，还有多摄取蛋白质。简单来说就是我想要10天内减脂，我就要每天吃鸡胸，然后不吃饭再去健身，这对于我来说非常困难的。困难的不是每天吃鸡胸，而是不吃饭和健身。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饭的人，然后大家都知道我开会的形式，我不喜欢正正式式的坐在办公室里面开会，因为我觉得那种正式的会议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员工记笔记也没有什么用，真正的思想需要透过潜移默化去传播的，所以我喜欢下班后坐着我的兄弟姐妹边吃饭边聊天，这其实就是我开会的方式。那最近我有这个减脂的目标以后呢，我要自律嘛，我很清楚自己应该干嘛，我很有目的性的创造一个非常有利于减脂的环境，让我自己看不到美食，也闻不到美食。我每个小时吃200克左右的鸡胸，然后在以前饭点的时候就去健身，然后就跟着教练练着，你吃龙肉也没有胃了，这样的做法不是虐待自己吗？你会这么问，是因为减脂在你的心中的位置并不重要。当你有一个宴会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达到让自己呈现最完美的状态。减肥为什么很重要呢？减肥可以锻炼你的意志力，没有意志力的人呢，一辈子干什么都不成。一般的情况下，你不要相信一个控制不了自己体重的人。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穷人很胖，不注意自己的健康，而很多富人却是身形很好的人。有例外，我不想谈，我只谈大多数的情况。日本街道上有很多流浪汉都是胖子，他们吃肯德基、麦当劳客人剩下食物，毫无节制，对生活属于绝望的状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糖尿病，一切富人都是应该富的，因为他们付出的很多，他们自我控制的能力非常的强，他们对生活都是满满的激情。从成功者嘴里你是听不到抱怨的，他们永远想的是怎么把问题解决掉，怎么让状况变得更好。他们承认现实，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一切的穷人也是应该穷的，他们索取的多，付出的少，抱怨的多，感恩的少。他们悲观，而且习惯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推给老板，推给社会，推给国家。贫富是很久远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的祖辈也决定了你付出多少，是以基因这根线索来的，而不仅仅是你个人。人要想要进步，就要克服这些人性，学习稻盛和夫一直的工作。人必须要学习稻盛和夫日日的精进，否则不赚钱还短命。一个能坚持天天健身的人呢，其实是生活情绪枯燥的人。一个工作能力强的人呢，基本只有工作。人啊，就是勤奋加诚恳，有了这2样东西就厉害了。那第二，也要给自己制造获得的麻烦。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这方法大家听起来很笨啊，但确实也帮助了我不少。我有一个比我大的亲戚，特别喜欢打游戏啊，喜欢打传说对决，喜欢玩吃鸡游戏，玩得非常的开心。他有一天他就意识到了，他说：哎呀，我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啊？他说你看我的手机计算的时间，我玩游戏的时间平均每天可以占5到6个小时啊！天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跟别人一个月将近差了150多个小时啊！所以我要把游戏戒掉。你看我这个朋友的恐惧出来了。我说要不你辞掉工作吧，专心的打游戏，没准打出个名堂，然后你的儿子也会为你感到自豪的。他说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无聊，可能只是习惯罢了。这时候他居然跟我说是习惯，我还想帮他把这件事做成事业。那我说行，那你怎么戒？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把它卸载掉。我说那如果你下次实在忍不住怎么办？他说没事啊，我再重新下载回来就好了。
但只要我玩过一次，我就必须把它卸载掉。我说这有用吗？这样子你还不是想玩的时候下载回来吗？他说不是这样的，你看这种方式，我给自己制造了玩游戏的麻烦。你想啊，我如果手机里面正好下载的游戏，我随时随刻、随时随地都能玩。但是如果我把游戏卸载掉、删掉，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可能待的地方没有 WiFi， 或者下载的时间很长啊等等，就导致我不能够顺畅的玩游戏了。就是一下子把心头的那团火给灭了，这制造麻烦就会大大的减低我玩游戏的概率，这样我的时间就会省下来了。不仅如此，你知道吗？我还把我的账号和密码，尤其是密码修改的特别的复杂，我自己都背不下来。我每次玩的时候，我必须要翻开手机的备忘录，然后要输入好几次，来来回回看来看去好几次，我才能把密码输对成功。就是因为我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烦。你看以前玩游戏每天站到5-6个小时，现在呢只有半个小时。有时候瘾子来了，因为太麻烦了，我也不想玩了。当时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新闻，然后我看的这个新闻呢，也不是非常重要的新闻吧，是娱乐界、体育界、政界、商界，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特别喜欢看。所以我也会发现，我在手机上每天耗费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真的是太多了。于是怎么办呢？我自从听完了我这个亲戚的分享，我也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我手机上看新闻的所有 app 全部的删掉。我要想看怎么办呢？要重新的下载。可是每一次我一想到要重新下载，我就会觉得每次下载都非常的麻烦，于是我就选择不看了，我就去干我正常应该干的事情。这就是一种方法啊，给自己制造获得的麻烦，对不对？那这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也是因为恐惧的情绪，你因为恐惧时间的流逝，所以你才会为自己制造麻烦。然后当麻烦出现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你就不会去克服这个麻烦了。这是数层面帮助自己自律，非常的有效。好，那第三个方法叫做制造积极的诱因，因为诱因是分消极和积极的。刚才说的是消极的，那什么是积极的诱因呢？比如又说回来早起吧，我请人的时候最喜欢问的一条问题，就是看他早上能不能起来，有什么诱因能让他起来。这可以看到一个人有没有贪婪和欲望。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是起床困难户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在被窝里多暖和啊，根本起不了床，对吧？可是我想问一下，你既然想早起，你想要奋斗，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哪一天是因为某些因素，你真的可以早起的？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我明天有一个演讲，你觉得我能不能起来？肯定能，对吧？因为什么？责任呢？那时候我非常想要成功，那我想对自己要求再严格一点，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1个小时去工作去学习。那怎么办呢？我当时就在我床上的那个天花板上贴了一张科比的海报。为什么呢？我要时刻提醒自己，就像科比说过的一句话一样，他跟记者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每天凌晨4点的时候就开始起来练球了。因为这句话让我非常有感触，每次听到我都会觉得很牛。那你不一定对这句话有感触，对吧？你自己要去变通啊。你想努力，你想要奋斗，为的是什么？可能是为了追求哪一个美丽的女孩，那怎么办呢？你就想办法洗张照片贴到墙上，贴到你的天花板上。每天早上你一睁眼看到这个你追求的对象，你告诉自己，我必须要成功，因为只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才有可能追到她。虽然这么做好像有点变态，但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这样是被验证过可行的。我见到有一家公司是这么干的，后来我也学习过来。你们有想过为什么风水上我们老板都喜欢在办公室里面挂一些什么天道酬勤啊、自强不息的字画吗？而且要写得很好看，因为这些好看的文字啊，会吸引到我们不经意的去看，看着看着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就会按着文字里面的话来干了，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曾经去学习拜访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家公司，他们市场部贴过这样的一个横幅，你每一次偷懒，父母就会多一份辛苦，你每偷一次懒，孩子又多受一份苦，你每偷一次懒，你的爱人就会多一份耻辱。然后挂了好长的横幅，就贴在销售的市场部门，时刻提醒大家不要偷懒。你只要一偷懒，
你看看头上的横幅，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对不起自己？是不是？这就叫做积极的诱因，这是很牛的，又能激起人的贪婪，又能激起人的恐惧，对不对？懒惰的人呢，再聪明都没有什么用，不自律的人呢，会死得很快。人从方方面面都要自律，凡是长久厉害的人呢，都是自律的高手。曾国藩、李嘉诚都是这样的，看他们的作息，看他们对生活态度，他们对欲望的控制，都是极其自律的。只有自律的人会有成就，无自律的人呢，只能随波逐流的变成凡夫，变成废物。要规定自己应该干什么，要干什么，而不是想干什么。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改变命运，从热爱你的工作开始。你必须要喜欢上你的工作，唯有绝对喜欢上工作，才能做好工作，才能发达。人生最怕的是没有能力，你必须要喜欢上你的工作，否则你不会压倒性的投入，你就不会成功。人生是需要不断的奋斗进取的。什么时候不想自律管理自己了？什么时候就开始堕落了？每天进步一点点，而不是退步和无所谓的自由散漫。人应该永远的努力工作，努力的奋斗，而不应该浪费时间。人的成功是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实现的。人要靠自己，不要怪别人，不要怪罪任何的人，那样心量就太小了。不要责怪谁，否则你的命运就很坎坷。人是靠赚钱让自己立起来的，而是靠不断的出单让自己有颜面的。互联网时代真有意思，真的是能力强肯干的人赚钱，没能力的人呢就被淘汰。这就是美丽的互联网时代。而企业里面就是领固定薪资，互联网则不一样，你有本事你赚钱就行了，你没本事那就努力的学习，去拼命去听课，变成有本事的人。那我的创业商学院就是教大家如何透过互联网创业的，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和我一样成为 YouTuber，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做什么，怎么才能在前期就不靠广告费赚到不错的大钱。这是一个商学院，是一所创业学校，而不是一个课程。也就是说，我会永久的教大家创业。今天我觉得 YouTube 创业有前途，我实践过，那我就会把我的商业机密在里面公开。那之后有一些什么实体生意啊，或者我有研究什么项目啊，我都会在里面告诉大家。顺带一提，商学院会送赠品书会的汇集。如果你觉得读了10几年的书都对你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或者你觉得正统学校就是培养你当员工的，那我们这个商学院就是培养你当老板的。至于值不值，你自己去判断。我们的前期优惠也将很快的结束，有兴趣你就在下面的链接加入吧。里面的价值我就不多说了，免费培训也有提到。记着，人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又自己把自己弄活了，全靠控制自己的问题。能坚决控制自己的都是高手。一个厉害的角色就是能控制自己心的角色，一个能控制自己心的人呢，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成就，难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控制不了自己。你必须每天不断的训练自己，控制自己的心。贵族和普通人的区别也在这里，贵族从小家教就开始训练他们控制自己，而普通人没有家教，放任自流，这个人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就变成了废物，或者变得碌碌无为。能控制住自己的就是神，任何的人只要能控制自己，他就是一尊神。任何的人只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此人就是圣人，此人就无所不能。为什么佛是佛？佛不过是能控制自己心而已。任何凡夫俗子想要成就唯一途径，就是要修炼控制自己的程度而已。你能控制自己吗？你是想要被自己的欲望控制吗？还是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决定着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收入如何。人最怕控制不了自己，然后就是修德问题。人的身体、事业出了问题，大多都是没德，智力太差了，心智太差了，会导致出现严重的后果。有些习惯为什么要苦了自己？其实你之所以会觉得自己受虐，只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罢了。你要达到你的目标吗？你就必须要这么干。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做任何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